特朗普的大嘴无法促使俄军停火。乌克兰特工深入俄罗斯，清除俄军中将，烧毁苏30战机。欧洲下场制裁，通过16轮制裁，并拦截俄军1220M 侦察机。美国拒绝退出和谈，乌克兰提出结束战争的无电和平文件。俄军名将将监禁5年。乌军在西俄第112导弹旅指挥部重击克里米亚机场。8名乌军游骑兵全歼25名朝鲜士兵，印巴冲突升级，双方大部队抵达接触线，大战一触即发。精彩内容马上开始。4月25日是乌克兰抗击侵略的第1157天，也是基辅哀悼日。因为就在前一天，俄军发射215枚导弹无人机，对基辅和其他地区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混合袭击。目前因俄军袭击死亡的人数已上升至12人，另有90余人受伤。这就是所谓第二军事强国战斗民族面对一个小国3年无法取胜后的暴力手段。这样的无底线行为遭到了世界各国的发声谴责。但我们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仅用娇嗔的口气说，我对俄罗斯袭击基辅感到不开心，这没有必要，而且时机非常糟糕。普京住手，每周有5000名士兵丧生，让我们尽快达成和平协议。没有谴责，没有愤怒，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行动，只有不开心，时机非常糟糕这样的口头训诫。再想想特朗普以前的承诺，如信誓旦旦24小时结束无战，如今却成了笑话。要口出豪言称，如果哈马斯不释放以色列人质，就让哈马斯见识真正的地狱。但哈马斯就是不放，地狱我们也没看到。而近期发动的关税大战，声称全世界都排队拍他的马屁，结果却是节节后退，眼看就要烂尾了。可见特朗普的大嘴是无法促成俄军停火的。于是乌克兰和欧洲开始采取自己的行动来报复打击，来促进停火。综合路透社、法新社报道，俄调查委员会报告称，当地时间4月25日，俄罗斯总参谋部作战总局的副局长亚罗斯拉夫·莫斯卡利克中将在莫斯科的汽车爆炸中被炸身亡。具体地点是在东部的巴拉西哈地区，时间为上午10点40分前后。而爆炸是由莫斯卡利克汽车上的简易爆炸装置引起。目前除了莫斯卡利克本人当场被炸身亡，暂没有收到其他伤亡报告。报道称，莫斯卡利克中将很可能已被监视数月，袭击者详细研究了他的日常生活。而这辆车经过调查，今年被易手了3次。最后一位登记的车主是一名来自乌克兰苏梅的男子，而且这辆车还没有在俄罗斯的交通数据库中登记。显然，这是用来策划这次袭击而精心准备的。因此，这很可能又是乌克兰特工所为。莫斯卡利克中将也是俄乌战争以来俄军死亡的第3个著名中将。不过，也有观众称这是普京自己动的手，属于内部清洗。大家是什么看法？可以自由讨论讨论。与此同时，乌克兰特工还深入俄罗斯境内，再度烧毁了俄军一架苏30战机。据乌克兰情报总局官方发布的通报称，其麾下的特工对罗斯托夫的中央机场发动打击，破坏了俄军战机和机场的基础设施。在行动中，乌军重点对一架苏30 SM 战机实施了纵火，并在拍摄好视频后安全撤离了机场。当地人也表示，在机场周围听到了剧烈的声响。初步预计这架战机价值5000万美元，而机场跑道等设施也损坏严重。以上这些行动都是乌克兰对基辅遭受大规模空袭的一种回应。而同样行动起来的还有欧洲，且下场参战的可能性正在逐步加大。首先，欧盟通过了第16轮对俄罗斯制裁，内容涉及经济、军事、外交的方方面面，如禁止俄罗斯13家银行使用国际基金清算系统，禁止俄罗斯原油存放在欧盟国家港口，禁止向俄罗斯出口飞机技术、军民两用物资等等。其次，在军事行动上，除了英法外，其他的欧洲国家也开始派空军拦截俄军战机。如据 NextA 新闻披露，不久前俄军的1220M 侦察机试图靠近北约领空，但遭到了瑞典的强势驱离。据悉，瑞典出动2架鹰式战机，紧急从波兰的马尔堡空军基地起飞，升空拦截了俄军的1220M 侦察机，并迫使其返航。这是瑞典加入北约后第一次用战机驱离俄军飞机，也是近段时间以来北约第4次拦截俄军战机。北约针对俄罗斯的行动频率正在增加，其在加强空中与海上警备的同时，还时常与俄军进行直接对峙。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军袭击发生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国际社会不要忘记谁才是这场战争的真正罪魁祸首。
他强调，美国的不开心应该针对普京，那美国为什么不向欧洲学习，直接向普京施压呢？面对这样的问题，特朗普强调其向俄罗斯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并称俄罗斯为占领乌克兰全境就是最大让步。火力军很无语，俄罗斯是不想占领乌克兰全境吗？明明是做不到呀。当特朗普这样说的时候，美国在俄乌战争中的立场已经不需要讨论了。另外，特朗普还表示，俄乌应该做到谈判桌前实现和平。美国没有对此设定最后期限，坚持认为自己的和平协议能达成。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此前也表示，一旦有机会，美国将继续推进。但火力军认为，美国拒绝退出和谈，是因为美国还未与乌克兰正式签署矿产协议，也未能让俄罗斯如偿意愿。现在退出谈判对俄罗斯不利，所以特朗普政府仍希望施压乌克兰以达成各种协议。对此，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其将捍卫乌克兰的尊严，称我是总统，我是宪法的守护者。可见乌克兰已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了，包括美国退出谈判、停止一切支持的情况发生。此外，乌克兰还提出了一份新5点和平文件，泽连斯基称该文件已放在了特朗普的办公桌上。至于该文件袭击，据每日电讯报报道，该文件内容包括：一、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基于国际法，而不是投降；二、必须有明确的对乌安全保障；三、乌克兰必须是谈判的中心，并参与其中；四、俄罗斯不能控制克里米亚，否则将给欧洲和北约带来巨大损失；五、不允许限制乌克兰武装部队或国防工业的规模。显然，乌克兰并不向各地投降，在拒绝特朗普计划后，有着自己的计划。插播一条消息，俄名将波波夫将军叛乱。据俄罗斯多家媒体报道称，俄罗斯军事法院最终裁定，原第58集团军司令伊万·波波夫的欺诈和伪造文件罪成立，判处波波夫将军5年监禁，并剥夺其军籍。在俄乌战场前线，随着制空权得到加强，乌军战机现在每天都会在前线展开常态化打击。据开源情报报道，乌军发射无人机群，再度向俄罗斯伊万诺沃的舒亚地区发动空袭，目标直指俄第112导弹旅指挥部。报道称，乌军无人机同俄军防空系统展开激烈交火，持续时间近1个小时。当地目击者也表示，前后听到了6起大的爆炸声，112旅指挥部一带也闪烁出了明显的火光。但在俄军随后做出的回应中，却声称俄军拦截了全部的无人机，只有1架无人机碎片落在了舒亚地区，且没有造成任何破坏。显然，俄军又在通报中说谎了。与此同时，俄罗斯的梁赞、坦波夫、利佩茨克和萨拉托夫等10多个地区也都遭到了乌军无人机的空袭。俄罗斯国防部声称，在此轮袭击中，俄军共击落79架来袭无人机，但依旧没有解释各地的火灾与巨响原因。另一方面，乌总参谋部发布报告显示，从21日开始，乌军就没有中断对克里米亚俄军的打击。期间，乌军用无人机加导弹模式打掉了俄军的一套 ST-68UM 雷达系统，在费奥多西亚港口打掉了俄军的道尔防空系统，并着重袭击了基洛夫斯克、卡查以及新费多里夫卡的机场。可见，乌军对克里米亚的频繁攻击很可能也是一次试探，其正在为之后的更大规模行动做部署。在乌东战场，乌军的空袭同样犀利。图片报报道，乌克兰空军驾驶搭载 ASM 炸弹的米格29战机摧毁了托列茨克西北部的俄军指挥部。从前线披露的视频看，米格29共向俄军阵地投掷了3枚炸弹，随后快速返回了本方防区。紧接着，俄军的指挥部就发生了剧烈爆炸。而像这样的空袭，最近几乎每隔2天就会发生一次。乌军用空袭配合地面部队的进攻，反攻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如不久前，乌军在托列茨克就精准打掉了俄军的迫击炮阵地，又或是在红军村打掉了俄军的 BM21火箭炮，并造成数起2次爆炸。更南端的扎波罗热，乌军锁定了一个俄军的临时部署点，随即用无人机和火炮发动联合攻击，率先击毁了对手的掩体。接着，俄军的弹药库也被烧毁，所属的2栋建筑物被夷为平地，周围至少7辆汽车被打掉，具体的战损还在统计中。在俄罗斯战场，乌克兰特种部队报告称，在库尔斯克的行动中，乌军第6游骑兵的8名成员乘坐一辆悍马装甲车，与25名朝鲜特种兵遭遇。不过，在火力、人数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8名乌军游骑兵将25名朝鲜士兵全部击毙后，安全撤离了战场。在布良斯克战场，有消息披露了国际军团和俄军激战的视频。
据悉，一支名叫索恩多尔的特战队在成功潜入了布良斯克三点区后，就对俄军阵地发起了猛攻。披露的消息称，这群外国雇佣兵和乌军并肩作战，一路打得驻守俄军节节败退。目前战况还不明朗，但这已经意味着继库尔斯克和比尔格罗德后，乌军再次对布良斯克这块边境要塞发起了突袭，这也支援了乌东和乌南的战事。在俄乌战场之外，印巴边境已经完全失控。随着双方交火的升级，目前伤亡人数已超过20人，地面部队已开始接战，而彼此投入的装备也逐渐向远程无人机、重炮等过渡。印巴军队4月25日证实，在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双方于实际控制线沿线发生了交火，而原因，印军说巴基斯坦军队与游客的枪击事件有关，之后又先对印度边防部队实施了跨境打击，共发射了23枚火箭弹，造成2名印度士兵死亡，19人受伤。而巴军则说，印军使用155毫米榴弹炮打击了巴基斯潘克特利难民营，导致1名巴基斯坦士兵死亡，9人受伤。此外，印方宣称击落了4架巴基斯坦无人机，而巴方则宣称击落了2架印军侦察机。目前，据前线战地记者传出的消息显示，印军地面部队的坦克和导弹发射车正在向彭西地区运动，其航母维克兰特号打击群也满载舰载机到达了阿拉伯海。4架挂载着空对地导弹的阵风战机同时抵达前线，还激活了3处指挥点。而巴基斯坦也做出行动，据悉有多支巴基斯坦特种部队抵达了科特地地区，其空军战机也已进入战时状态。5艘奥古斯塔级潜艇也进入打击位置，并宣布在印度航母同一海域进行导弹试射。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在第一时间向巴基斯坦援助了20辆满载油罐车，当地局势十分紧张。而除了军事行动外，访问中的印度总理莫迪紧急回国，并立即召开了内阁会议，指责巴军是哈尔加姆镇袭击的支持者，要求巴方必须给出说法。同时，火速采取了以下措施：1. 暂停与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河水条约，停止与巴方河水共享合作，直至巴基斯坦不可撤销地放弃对跨境危险分子支持。2. 取消所有巴基斯坦公民签证，持巴基斯坦签证的公民必须在48小时内离开印度。3. 驻印度的巴方官员必须在5月1日前离开印度。4. 印度召回驻伊斯兰堡高级公署所有官员及其他外交人员。5. 关闭瓦加阿查里陆地口岸，直至另行通知。此外，印度国防部长还举行了跨党派会议，印度反对派也在会上宣布支持莫迪政府对巴基斯坦采取的严厉行动。25日早上，莫迪总理再次向巴基斯坦发出警告，声称将追捕危险分子到天涯海角。而巴基斯坦则完全否认印度的指控，并针锋相对地驱逐印度公民，关闭领空，停止与印度贸易，包括途经巴基斯坦与第三国的贸易。此外，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的办公室还宣布拒绝印度宣布的暂停印度河河水条约，并表示任何侵犯巴方下游水权利的企图都将被视为战争行为，巴基斯坦将动用国家全部力量予以回击。根据1958年两国达成的水分配方案，1960年9月，双方在世界银行牵头下正式签约。印度同意不将西部河水引离巴基斯坦境内，供水期10年，期满后双方可协议予以延长。巴基斯坦则同意执行印度河流域发展计划，修筑2条蓄水坝、8条水渠、5座拦河堰，以及大量机井和1400英里连接运河的渠道。工程所需费用由英、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德国、印度捐集的印度河流域发展基金提供。根据条约，印度获得印度河流域总水量20%的水资源。但在此次事件发生后，印度单方面关闭了控制的水坝以及运河水流的所有水闸，完全阻断了印度河流向巴基斯坦。这是自1960年双方签署条约后的首次。而在此之前，尽管双方冲突不断，但始终没有关闭过水闸。关闭所有水闸，巴基斯坦经济和农业将遭受重创，因为该河流提供着巴基斯坦45%的耕地灌溉以及60%的电力供应。巴基斯坦全国大多数贫困人口都依赖印度河维持生活。有农业专家预测，若印度断水到6月份，巴基斯坦的粮食产量将会骤降40%，涉及全国1.2亿人口。由此可见，巴基斯坦绝不会容忍印度的行为。那会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吗？尽管从纸面数据看，印度军力似乎比巴基斯坦强大一些，但人员与装备优势并非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巴基斯坦不仅是美国盟友，也是众多伊斯兰教国家盟友。
其中包括沙特、伊朗、伊拉克、卡塔尔、阿联酋等。因此，鹿死谁手还真不一定。大家认为莫迪最终会选择和平解决此事，还是武力解决？基辅独立报报道，乌克兰反虚假信息中心4月16日表示，俄军已部署携带有毒物质的沙赫德型无人机攻击乌克兰。报道称，乌军在一架俄军无人机中发现了一个装有 4S 气体的胶囊，且已得到乌克兰安全部门和国家紧急服务部门证实。4S 瓦斯也称为催泪瓦斯，通常被世界各地的执法机构用作人群控制剂，其致命性低于其他化学武器。尽管如此，1925年的日内瓦协定书中也禁止在战场上使用催泪瓦斯。报道还进一步统计，在2023年2月至2025年2月期间，乌军共记录了6000多起俄军使用含有危险化学品弹药的案例。据海军新闻报道，意大利海军新一代主力巡防舰再添一胜利军，其是意大利采购欧洲多用途巡防舰的第9号舰谢尔加特号。报道指出，谢尔加特号是由意大利国防工业巨擘芬坎蒂尼造船集团与莱昂纳多防务公司所组成的联合企业负责打造，并于15日完成交建程序，正式纳入意大利海军序列。有趣的是，这艘军舰是意大利再次拥有同级同名舰。首艘谢尔加特号早在2020年即转售埃及，并在当时与毕安奇号一起卖给埃及，并改名为加拉拉号和贝尔尼斯号。在将原舰转售后，意大利国防部仍迅速展开补建计划，即再建造2艘新舰，并延续原有舰名。这次谢尔加特号成军后，毕安奇号也于去年5月顺利下水，目前正在进行西装与测试，预计不久将正式服役。据公开资料显示，新一代谢尔加特号巡防舰排水量约6700吨，舰长144米，宽19.7米，节速达27节，可搭载200名官兵。武器上，其装有32座单发垂直发射系统，可发射防空导弹；另有4具双联装倾斜式发射器，可装填反舰、反潜或电子反制导弹，具备全方位海上作战能力。波兰继 K2 主战坦克、K9 自行火炮本地化生产后， K239 天无多管火箭炮也进入到本地化生产。波兰的国防力量中的陆军武器不仅实现了韩国造，更将在本地化生产，韩流势不可挡。据防务博客引述波兰公共广播电台的报道，韩国韩华宇航公司已与波兰 WB 集团敲定一项合约，将在波兰本土为 K239 天无多管火箭炮系统生产制导导弹。波兰国家广播电台指出，韩华宇航公司与 WB 集团旗下子公司 WB 电子公司于4月5日签署该协议。这份合同涵盖了射程80公里的 CGR-80 制导导弹的本土生产，该导弹专为波兰版天无系统设计。此项合作象征着波兰强化本土国防制造能力跨出关键一步。WB 集团也在其社群媒体平台 X 上发表声明表示，预计在3年内生产出波兰首枚长程精准火箭。此外，报道还指出，这款导弹在地化生产的合约是建立在更大规模的军购案基础上的。报道称，韩华公司最初于2022年与波兰军备局签署基础协议，答应供应290套天无系统，总值约53亿美元。后续分别于2022年11月及2024年4月签订218套与72套发射器的合约，后者还包含有 CGR-80 以及射程达290公里的 CTM-290 战术导弹。韩华航天执行长卡特近期上任后首次访问波兰，他在与 WB 集团及其他波兰企业会晤时，特别强调了公司对完全在地化的承诺。卡特表示，这不仅仅是出口，而是建立真正的产业伙伴关系，也确保当地制造能力与战备水平。随着采购计划的推进，加上本土化生产的支持，以及与盟邦系统互作性的提升，波兰预计将成为北约东翼导弹防御架构中的关键节点，其国防能力将得到显著增强。据国防新闻的报道，在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上将的要求下，美军最新款的 M1E3 战车研制工作加速，有望在24到30个月内完成部署，比起原先估计的37个月来得更短。M1E3 可能有哪些新装备？乔治上将的首席技术官米勒表示，就较长远的目标而论，新战车可能采用自动装弹系统，但考量技术门槛高，可能需要更多时间。另外，新战车也可能整合自动防护系统，改善内部舱间、火控与观瞄系统，来增加战场生存性。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印巴局势会如何发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